Hello， 大家好，新一期摩托体验视频。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我自己提的这台宝马的 R1300 GS ADV 719的版本。然后我自己给它起名呢，之前叫水鸟王。这台车现在提回来已经行驶了8200多公里了。之前提车的时候呢，我发那个视频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会骑着这台车去到张掖做一个摩旅。然后呢，现在摩旅已经回来了，然后结合着自己这台车已经骑了这么多，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些感受以及我对这个自动挡的理解。首先呢，就是说一下这个上次发完了提车视频，然后好多网友在评论区说提回来这个车一定要换一个轮胎。当时我还不理解，后来我去搜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发现哦，原来有网上的人说这个轮胎呢骑着会掉渣儿。但是你看我这个车呢，现在已经骑了8200多公里了，这个轮胎呢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当然建议啊，如果说你对轮胎性能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你该到了换轮胎的时候了，我其实比较推荐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这个拿铁在用的 ADV 的米其林的轮胎。当时我这个拿铁换这个轮胎呢，是因为好看，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什么？这次我骑这个水鸟王，在张掖那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山路，它是有这个柏油路，它有裂缝，然后用那个东西去补，就是如果你前胎压到那个裂缝的时候，它会稍微有点滑的。当然，它这个电控非常好，就是在你压到的时候，它即使滑也不会有危险。但是如果是米其林的轮胎，因为我也相同的骑的拿铁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它的防滑会更好一点。OK， 这是一个轮胎的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自动挡给我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提的这台就是自动挡嘛。这次我在张掖骑行的时候呢，我还特意体验了自动挡的 ADV， 还有手动挡的 ADV， 还有手动挡的 GS。因为 GS 之前我也给大家拍过。然后我对这个自动挡现在更多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就是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去取代过去我们手动的换挡，而是说它靠自动挡的这个形式呢，相当于是一个辅助，但它也不是完全的所谓的自动挡啊，它和汽车的 AMT 的这种变速箱其实更接近，就是你可以让它自动的去帮你换，也可以通过手动，它只不过没有离合器了，然后你可以用脚去踩，你一踩的时候有点像现在汽车的拨片换挡，它就跳到了这种手动的模式，然后呢，上下的加减档其实都很快，而且很顺畅。然后我觉得它更多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像我一样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好，你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它的这个换挡的时机和逻辑，相当于你的老师，他会去教你很多的东西。提车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想练非铺装路面，但说实话，这个车因为它比较重，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去练非铺装的一个车。但是呢，如果你过去的这个技术的困难点是在于换挡或者这个低速行车的时候低速控车，那这个自动挡其实很合适，因为它的换挡的时机是完全靠机器，靠这个车的目前的状态去给你控制好的，所以你不需要再自己去掌握换挡的时机了，不需要去考虑我会不会灭车，我会不会需要控制这个离合。但是你刚去骑的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因为我老觉得这个左手这儿空一块，我老想捏东西，但是发现没有。然后之前我看那个赵宏毅老师他说了一个话，就是好像是在你的后座有人去帮你控制这个离合器一样，真是这种感觉。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老司机的话，你可能会形成一套多年以来骑车的一个自己的换挡时机，那这个自动挡呢，可能和你自己的换挡时机会有偏差的。比如说你想让它多拉高一些转速再换挡，那可能它的换挡时机会稍早一些，但是这没有关系，这个我觉得它的自动挡是针对那些相对来说比较新手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个自动挡的整体的定义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辅助，它相当于是新手的一个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次令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点，就是这台车非铺装的能力。就是我们在就是试驾的头一天呢，其实是有了一个小的场地的体验，包括低速控车，它会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圆圈，然后让我们一只手扶着这个车，因为你不需要控制离合了嘛，一只手扶着这个车，一只手拽着一个绳子在那儿转圈，还有像原地扶车等等这些体验，相当于是对这个车的一个熟悉。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天骑了300多公里，路况是很复杂的，有山路，有各种路况，它对这个车呢是一个很好的熟悉。包括我也换了这个手动挡，也换了自动挡，然后同时也体验了 GS 的车型。我对这个车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其他的车，我去控车的时候，我会发现，如果你越紧张，要越是小心翼翼的时候，其实反而遇到一些，比如说砂石路，你刚一进去的时候，你坐着很容易就栽在那儿。
然后这个前把呢可能到沙子里一下它就歪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比较害怕的。但是一旦你真的放开了，站起来，反而这个车会骑起来更加的稳。那这个车也是这样的。我刚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我还比较紧张，给我分配的就是 GS ADV 这个最重的版本，然后还是一个手动挡。然后呢，我在那个非铺装的时候，我站起来非常放心的去骑，其实是越骑越大胆的。尤其是它的这个 ABS， 它的电控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们很多的其他的同行的那个媒体啊，它驾驶技术很高的。基本上下那种山路的非铺装的很窄的弯，它是滑着，特别大胆的给着油，滑着后轮空转着那样去骑的。然后我自己这个技术不是很好，我基本上很谨慎。下大坡的时候啊，我基本上都是在控制后刹，没有再去控制前刹了。但是有的时候速度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需要稍微给点前刹去降速的。那这个车有一特别好的点，就是它的这个前后刹车联动，重刹或者捏前刹的时候，它是前边会给你补一定的后边的刹车，当你只控制后刹的时候，它也会给你补前边的刹车，而这个力度是比你自己控制更加顺畅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其实有的些车也有啊，就是它的刹车你是可以在非铺装的时候稍微把它调一下，只要往上一蹬，这样就可以了。你看现在我就把它调高一点，这个就更适合非铺装去踩，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它的角度会更加的友好一些。还有我发现，比如说之前我在骑别的车，就是 ADV 的车型，在非铺装的时候，如果我给它踩到抱死了，后边的尾巴是会拧过来的。可能你一紧张，踩的力度多了，或者遇到一个前边有泥地或者水坑的时候，你不小心控制的这个刹车力度多了，这个车一下就拧过来了。但是这台车就是不管是 ABS 工作还是不工作，它一直保持车是一个直的状态，这个车是一直是直着往前的。你可以感觉到后轮 ABS 在工作，它一下一下的锁死，但是这个车不会有左右的摆动，这点是让我更加的有信心。所以有了这个 ABS 工作状态之后呢，你会更加大胆的去骑，在很多的砂石路、在土路，原来我是不敢骑这种速度的，但是骑着这个车你会更加的放心。但是还有一个让我这次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车呢确实是很重，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很贵，30多万的售价，也有很多的电控，但是真的给你放到了那个环境，其实你是想骑更轻的一个车的，你是想分配到 GS 的，但是这次呢给我分配到这个车，就开始我心里压力很大。但是骑完了这几个非铺装的路面，非铺装的这个大弯儿，然后尤其是在旁边就是悬崖，然后我很顺利的拐过了这些弯儿之后呢，你会对这个车有更强的一个信心，也对自己有更强的一个信心了。后来我又换到 GS 之后，我会发现这两个车真的是不一样的。这台车就是更适合去骑公路，更适合去骑长途，因为它很稳重，它骑起来之后就是在高速上是很敦实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的当时的宣传语就是一个终极远征神器嘛，然后 GS 就是很轻巧，所以说真的你想拿 GS 去玩一些非铺装或者走一些烂路的话，其实我还是更推荐那个普通的 GS， 而不是 GS 的 ADV。然后这次我还试了 ACC， 就是它的自动的跟车功能，这个只需要从这个车把这儿有一个扳的一个钮，然后你把它扳一下，然后再去拨这个钮，一下就能打开了，很方便。而且它的跟车加减速相对来说也比较柔和，就是这个车开启了 ACC 之后呢，它是很平稳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你是奔着很长的长途去，那其实这个 GS ADV 它是比 GS 更舒服的。我给大家跨上这车，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身高坐姿啊，我身高是1.82，然后我坐在这个车的时候，我再去跑长途的时候，这个风呢从腿部这里是不会吹到我腿的。其实我们在张掖的那几天呢，早上和中午的温差很大，早上很冷的，但是冷的话呢，这里的风它的其实保护很好，它不会吹到你的腿，然后风挡它是可以调高低的，基本上可以保护在你的头盔之上，到上边可能会有风，但是你的面罩往下它是不会吹到你，所以这些车这些细节是经过了很多代这个水鸟不断迭代，这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好，最后呢，其实想跟大家多聊一点的是我对这台车的一个感悟。发了提车视频之后呢，很多人说啊，你买一个30多万的一个摩托，这个车很贵啊，你买这车肯定是因为你有钱。其实并不是。这次活动呢，我听到一句话，其实也是我特别认可啊，人生不是由多少次你的呼吸组成的，而是通过那些你忘了呼吸的瞬间而组成的。我觉得这个话是让我感触特别的深。那骑摩托也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工具，它真的是一个大玩具。而通过这个骑行本身这件事儿呢，你可以获得很多其他的行为带来不了的快乐。
那这个快乐是和你骑多少钱的车，和你骑什么车没有关系的。你只要去付诸行动，你就能够获得这个快乐，珍惜这个骑的过程。而且呢，其实买这个车，你看着它这么多钱，但是可能再过些年呢，我就可能没有这个骑车这个心气儿了，没有骑车这个冲动了。所以这个瞬间，它确实是有冲动在里面，但是这个冲动我觉得是值的，就是你获得这个快乐，可能就是在当下，你可以实现，你可以去骑，你有这个快乐。那可能在现在的时候，你让我去买，可能早10年前我看到一些小钢炮啊，或者这种汽车，我也不喜欢了。其实我也说不好，就这个车我能骑多久，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下这个快乐是最重要的。当然后面通过这次活动，通过现在走飞铺装这几次骑行呢，我也发现就是后边我再去练车，其实我更倾向于去买那种更轻一些的，甚至是场地专用的那种车型去练飞铺装。那这个车其实因为它太重了，尽管它有电控，性能很强，但是它其实并不适合练飞铺装。然后我也对这个车，包括它自动挡有更深的体会了。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是宝贵的价值，而跟这个车本身它卖多少的价格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还是理性消费，就是握紧你的钱包。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就是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该买还是可以买的。毕竟呢，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你再去拥有就没有那个快乐。